几乎每一年车圈都会爆出大瓜新闻，而去年2024年车圈新闻相比23年来得更加震撼，所以今天我就做一期影片来统整几个算是影响力蛮大的事件，就让我们进入 intro。在赛车圈里最震撼的消息，莫过于车手 Lewis Hamilton 转队。纽约时报的体育新闻 The Athletic 声称，这次车手转队是对于体育界中最大的冲击之一，可见他的影响力。车手转队虽然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有在关注 F1 以及 Hamilton 的话，就会觉得这是个巨大的事件，因为 Lewis Hamilton 不是一般的 F1 车手，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伟大车手。从 F1 生涯开始的2007年，效力 McLaren 车队初登场就成为分站冠军最多的菜鸟车手，同时还是 F1 第一个黑人车手。08年就夺得车手世界冠军，一度成为最年轻的世界冠军车手。之后在13年转队去 Mercedes 车队后，就开启他的专属时代，性能越发优越，以及在 Hamilton 天赋点满的操控下，不断上演海放对手。在 Mercedes 11年生涯就共获得6次车手冠军，以及带队赢得8次车队世界冠军。既然成绩这么优秀，那为什么他还是选择离开 Mercedes 呢？其实自从2021年开始 ，FIA 更改赛车规则后 ，Mercedes 的赛车性能严重下滑，加上红牛赛车研发进度攀升，以及 Max Verstappen 崛起，让整个21年赛季冠军名次不断在两者之间互换，甚至在沙地阿拉伯大奖赛结束后，双方的积分都处于一样的369.5分，于是就在阿布达比风光站上演知名争议性的最后一圈。5 is Verstappen, far enough back, he's going to make the lunge down the inside. Hamilton sees him coming. It's a late lunge by Verstappen, who takes the lead of the race. 最终由 Max 赢下分站赛，获得当季的冠军车手。虽然 Mercedes 依旧是车队冠军，但这也给 Hamilton 铺上巨大的阴霾，并且在那场比赛后 ，Hamilton 就再也没有拿过分站冠军。22-23年赛季 ，Mercedes 的赛车表现迟迟研发不上来，不稳定性的表现使得竞争力完全不能和上游车队对抗。苦苦挣扎了2个赛季后 ，Hamilton 也在24年决定追寻生涯第8座世界冠军，加入小时候的梦想车队 Scuderia Ferrari。虽然在宣布离开 Mercedes 后，但 Hamilton 还是拼尽全力在赛道上奔驰，终于在英国分站赛上拿到睽违945天的冠军奖杯，同时9场同赛道胜利也是 F1 首位，再次在自己的家乡主场写下历史。这边顺便介绍专门解说 F1 领域的 YouTuber DK， 他的内容可以说是满满的干货，想要更了解 F1 的细节，可以去观看他的影片。目前 Hamilton 生涯继续书写难以突破的纪录，像是追平 Michael Schumacher 7座世界冠军、105次分站冠军、104次杆位等等，都是第一多，数量傲视群雄。而且 Hamilton 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他都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明星。他经常参与慈善活动，建立自己的慈善机构，创立自己的服饰品牌，还是时尚界的达人。在围场都可以看见他不常穿车队制服，而是穿搭前卫的装扮。重点，他还跟 Ross 同台过。除此之外，他还在2021年被英国封为大英帝国爵士头衔，来表扬 Hamilton 对赛车界的贡献。所以，车迷还会称他为 Sir Lewis。脱下银箭3芒星战袍，迎来赤红耀马军服，也希望 Sir Lewis 能拿下第8座世界冠军。这部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影片，如果不知道 Jaguar 这个品牌，还以为是某个时尚品牌广告，但这可是一家超过100年历史的汽车品牌，推出的车款大多与优雅以及运动挂钩，因此收获不少忠实铁粉。不过在近期宣布了2025年旗下车型将全面电动化，为了表达燃油系统的结束，转变成电动作为动力， Jaguar 就进行了台重塑 ，logo 变成了言论的字体和图标，道别象征凶猛的猎豹及庄严的字体。让广大车迷无法接受这样的变化，但造成热烈讨论的主因还是 Jaguar 官方在 YouTube 上宣传的影片。影片内容出现多性别和肤色的一群人，还有表达创意、打破传统以及不复制的大标题。长达31秒的影片，却一台车都没有出现，让留言区纷纷写下亲切的关怀。大致上都批评丢失 Jaguar 以往的品牌形象，庄严、凶猛、霸气以及内敛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娘炮、浮夸、混乱的第一印象。
加上近几年影视圈都不断出现类似的作品，连游戏也开始被侵蚀。Come on, let's go! 大多呈现出来突兀、无厘头、不尊重原作，所以这部宣传影片才会造成许多人的反感。更何况这可是 Jaguar， 大致上都批评丢失 Jaguar 以往的品牌形象，把社会议题强制与汽车品牌连接，车迷绝对会反弹。当然，提到这里并不是要说歧视某些群体，只是单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像是歌曲 This Is American、Industry Baby 以及电影 Green Book， 就是透过歌曲以及 MV 画面，还有电影叙事来表达背后的含义。优秀的创作会带来额外的价值，而不是透过篡改原作强制介入的垃圾作品。回到正题，之后 Jaguar 发布了全新概念车，庞大的身躯加上简单的线条，各种质感的内饰材质，看出 Jaguar 这次想要打入更年轻的市场。从类似时尚的广告到实车设计方针，连地点都选在活力满满的迈阿密，想要实现当年 E-Type 带来世人的震撼，但更多的是惊吓。总之 ，Jaguar 这事件也引起不少网友的积极问候。虽然 Jaguar 执行长表示性能和操控依旧是着重的地方，但基本都被网友无视。光看外挂体积就很难想象它的操控样子，根本就是在开游艇。老话一句，无论多好的性能，终究是电动车，也不渴望能超越燃油车的感动。Jeremy Clarkson、Richard Hammond、James May 这3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在9月13日宣布退出电视舞台。相信即使没有看过完整的节目，也都会在一些片段看过他们以幽默风趣的表达和不时爆出夸张的场景，给众多车迷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2024年就画下了句点，原因稍后会提到。他们能有今天的地位，当然离不开 Jeremy Clarkson 这号人物。他从1988年时就已经在 Top Gear 节目中担任主持人，当时 Top Gear 还是正儿八经的汽车评论节目。直到2002年 ，BBC 决定重新打造 Top Gear， 将节目变成具有强烈风格的格调，于是便引入了 Richard Hammond 和 Jason Doe 组成3巨头。随后录制完第1季后 ，BBC 就决定让 James May 来取代 Jason Doe， 于是车迷熟悉的3剑客就此登场。自从 Top Gear 改变节目格调后，瞬间就成为 BBC Two 频道知名节目。光是英国本土平均就有300多万的观看，甚至在多个国家的电视节目都有推播，像 Malaysia 就有 NTV7 播出。但是在爆红的同时，也带来许多的批评和争议，基本上每一季都会发生。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节目为了呈现出娱乐氛围，常常使用爆炸、破坏场景，或者进入受保护地点，甚至破坏某些稀有车款，也遭受批评。还有另一部分就是 Jeremy Clarkson 本身，他主持风格就是带着嘲讽的方式去演绎幽默，不过有些台词却因为带有强烈的攻击性，或者是提起敏感的话题而遭到大量的举报来信。虽然事后多次以警告和致歉作为处理，但真正让他离开 Top Gear 的主因是因为殴打节目制片人，还辱骂他是懒惰的爱尔兰人。至于原因，是因为制片人为他准备的晚餐不是他想要的牛排，而是冷肉拼盘。后来 BBC 因这次事件将他停职，即便那时候有超过100万人签署，希望能让他复职，但 BBC 还是把他拒之门外。而 Hammond 和 May 也相继离开 Top Gear 团队。在离开 Top Gear 后，他们3人就与 Amazon 旗下的 Prime Video 合作推出类似的节目 The Grand Tour 来延续 Top Gear 的精神。随着时间演进，推出5季后，他们在第6季只推出1个集数 One for the Road， 并宣布这是他们的终点。影片结尾就是他们3剑客回到第一次聚集的地方，横跨22年的旅程，做一个正式的道别。出于年纪、体型的缘故，让 Clarkson 不得做出退休的念头。而真正让他决定的关键，是因为汽车市场已经充斥茫茫无聊的电动车，抹杀了他最后的热情。这里放一段他对电动车的感想。I'm simply not interested in electric cars. They are just white goods, they're washing machines, they're microwave ovens. You can't review those, you can't enjoy them. They are just shit. 简短的几句就表达出站在燃油车这边人的想法。经典的3剑客因为电车的崛起，选择离开熟悉的舞台，就此成为了记忆。
世界纪录是一项证明自己站在顶点的时刻，在车界里有少许车厂为了名留青史，反复的突破物理上限，让整个2024年出现多个汽车世界纪录。第一个就是0至400至0的最快纪录，这个项目是当今挑战最高时速的车厂必要的过程。曾经由布加迪虚荣以42秒的纪录发起0至400至0的挑战，随后 Koenigsegg、Rimac 都加入这个战局。后来在 Koenigsegg 推出 Regera 后，就以28.81秒问鼎世界。但在7月1号 ，Koenigsegg Z-Score Absolute 再写下可怕的27.83秒，突破自家的世界纪录。平常我们开家用车要开到200就已经很困难，更何况整个车还会摇摇欲坠。但这台搭载 5.0 升 V8 双涡轮、0.278风阻系数、1290 kg 车重，在1600匹、1000牛米的推动下，在你思考晚餐吃什么的时候，就已经从400时速的速度停下来了。第二个就来说赛道记录，各位熟悉的 Nürburgring 百环赛道，在9月23号被人写下全新的纪录。房车赛赛车手 Maro Engel 驾驶 Mercedes AMG One 以6分29秒.09的纪录，成为量产车型中最快。这台车可以说是 Mercedes 里面最旗舰的车型，结合 F1 赛车上的各种黑科技以及动力，使用 W06 赛车同规格的引擎。就问怎么输？虽然在22年就已经用6分35秒打破 Porsche 991 GT2 RS Mentry Performance Kit 创下的时间，不过这次又再次写下伟大的历史。同时，奥迪 RS3、RSQ8 Performance、Porsche Panamera Turbo SE Hybrid 都在个别集聚打破纪录。最后，我们就来说最多人关注的世界最快纪录。但很可惜的是，2024年并没有突破布加迪虚荣去 Hunter-Brass 创下的490公里时速。不过，布加迪又再次写下另类的纪录，就是 Open Top 最快纪录。他们推出的布加迪 W16 Mistral 以453.91时速打破 Hennessy Venom GT Spider 427.4公里时速的8年纪录。突然想到我 YouTube 第一部影片，把 SSC Tuatara 排在第一块，结果在隔几个礼拜就爆出数据造假新闻，当时把我打个措手不及，评论区一片哗然。事后他们又再次测试，最终获得474.8公里的时速，理应来说它应该是世界第2。而且有趣的是，这部资讯错误、糟糕旁白、尴尬节奏的影片，竟然是我整个频道里最高点阅率的影片。OK， 黑历史流入100万人眼球，感谢 YouTube。想要看我曾经的黑历史，欢迎去朝圣。曾经打造亚洲最代表性的汽车东瀛战神 GT-R， 常年入选10大引擎制造商，近期推出菲利继承车型以闪 G 以及旗下车型进行大改款后，竟然在2024年11月尾宣布面临破产。没错，这间知名的车厂尼桑又再次陷入财务上的问题。距离上次较为严重的就是在1999年时，当时的结果就是被 Renault 收购接近一半的股份，并在结盟后成立 Renault 尼桑 BV 策略管理公司，来帮助双方在拟定策略、管理企业等方面能正常运营，使得他们在2017年销售达到580万台的巅峰数量。但是到了隔年2018却爆出各种新闻，先是当时董事长 Carlos Ghosn 爆出使用公司资金进行个人投资和滥用公款购买豪宅跟游艇而遭到逮捕。在保释之后 Ghosn 就利用音像设备箱子逃到黎巴嫩，甚至在 Netflix 和 Apple TV 都可以看到他逃亡的过程。逃离日本后 Ghosn 随后在 YouTube 平台发布影片，并说明自己的清白外，还有提到排放丑闻问题以及近期利润出现下滑的警告，表明尼桑公司已经进入恶化。2020年5月，受 COVID-19 的影响以及韩国抵制日货运动，尼桑将产能削减了 20%， 关闭了印尼还有西班牙的工厂。再来，新能源势力崛起后，带动中国国产汽车品牌以及北美对于混合动力的需求上涨，尼桑也因为没有积极针对市场开发相对应的车型，错失竞争机会。要知道，这两国可是尼桑最大的销售对象，如今失去了最大的收入来源。后来在2019年7月底开始，尼桑在3年内裁员12500人，理由是净收入相比去年下降 95%。种种负面因素的打击下，终于在2024年11月爆出了财务危机，公司只剩下12到14个月的时间来挽回事业，让尼桑紧急拟定短期计划，将年度营业利润预期下调 70%， 换算成美金就是9.75亿。
其实在早些时候他们就已经下调17%，而这次就做了第2次的下调。尼桑还计划裁员9000位，并将全球产能削减20%。直到了平安夜前一天，尼桑正式宣布签署备忘录，将会与 Honda 合并，顺势成为销量第3大的汽车公司，让尼桑的危机暂时得到缓解。2024年的车圈可以说充满色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当属 Lewis 转队。虽然是近期才开始看 F1， 但是从小就在新闻杂志上看到他穿着银色战袍，突然换起红色的战衣，还真的不习惯。接下来2025年会发生什么新闻，就让我们敬请期待。